可能是未来10年里中国最重要的一场科技博弈。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高端制造产业链的话语权是握在自己手里，还是在别人的规则下打转？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在这场科技战中的发挥了。前2天，英伟达 CEO 黄仁勋老黄不是来中国了吗？说美国给 H20芯片解禁了，他又可以继续卖给中国了。而这一次，他不但脱下了皮衣，换上一身唐装，还首次用了中文演讲，而且一开口就是一通彩虹屁说小米是奇迹，美国没有小米是他们的损失，还说这未来华为取代英伟达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一切的背后，他只为一件事儿，那就是向中国企业推销美国的 H20芯片。不少人都已经开始拍手叫好了，说你看，美国在芯片这块已经服软了，都派英伟达来主动求和了。如果你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大家听好了，关于英伟达 H20芯片在中国解禁出售的这件事儿，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且直接针对中国的科技阳谋。在详细解读这件事之前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下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现在的我们其实就站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你看在过去300年里，世界一共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是以关键技术的突破为起点，分别是18世纪的第1次工业革命，英国发明了蒸汽机，机械开始替代手工，工厂大量涌现，让英国从一个海岛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的最强工业霸主。而第2次工业革命是电气时代，19世纪末，德国人发明了发电机随后美国的电灯、电话相继问世，让欧美也成为了全球的经济中心。第3次工业革命，信息时代，20世纪中期，美国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技术、互联网全面爆发，各行各业加速进入到了自动化、信息化的时代，也让美国一举成为了世界上的头号科技强国。从此，华尔街和硅谷纷纷崛起，还顺势制造出了一大批的高薪岗位。直到今天，美国的科技收入水平依然牢牢占据着全球第一梯队总结一下，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谁能掌握核心产业，谁也就主导了时代。不仅国家腾飞，相关行业、企业乃至普通人都能搭上这国运爆发的高速列车。而现在很明显，属于第4次工业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毫无疑问就是 AI。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全世界都在忙着卷 AI 大模型美国在卷，我们也在拼命追。而在制造大模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 AI 芯片。这一次英伟达的 H20重返中国，说白了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到底咋回事呢？最开始在 AI 横空出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英伟达的 H100芯片是当时最牛的。有关它的参数我就不一条条念了，咱只需要记住，过去的科技圈无论谁要研发大模型，最后都绕不开这 H100芯片。无论是 ChatGPT 还是马斯克、扎克伯格这些大佬们都要抢着和英伟达买而当美国知道中国也要搞 AI 了，不乐意了，早在2022年就把这 H100芯片给禁了，不让卖给我们。但他呢自己也纠结不卖吧，中国市场这么大，舍不得，而且万一我们又自研了，麻烦更大。一番盘算之后，最后这英伟达搞了个阉割版的 H100，也就是这 H20，叫中国特供版。但是请注意，它的算力相比 H100足足减少了85%。如果说 H100是一辆小跑车的话，那这 H20也就是一架拖拉机这样一来呢，美国既能赚我们的钱又能变相继续卡我们脖子。所以这个 H20芯片从一出生开始，它就带有很浓的政治目的。但让美国万万没想到的是，哪怕是这块被阉割过的 H20，居然还被咱们搞出了 DeepSeek， 推理能力直逼 ChatGPT， 让美国 AI 一枝独秀的神话当场的粉碎。川普一看坏了于是在今年4月份又把这 H20也给禁了，想对我们彻底断供。按理说这一刀下去，中国 AI 差不多该熄火了吧？但有意思的来了，短短3个月之后，美国突然变脸了，不但让英伟达恢复供应了 H20， 而且派出黄仁勋来国内拍起了彩虹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发现再这样封锁下去，咱们中国的 AI 生态真的要自给自足了。就在 H20禁售的这几个月国产 AI 芯片开始了集体爆发。首先是华为官宣升腾920芯片研发成功，它训练1000亿参数大模型的效率居然干到了 H100的105%，升腾910B 的订单也排到了年底。还有寒武纪思源590在分布式训练效率上也反超 H20了，不仅能耗更低，在财报上更是首次出现了盈利。可以说，现在国产 AI 在芯片性能上已经达到了突飞猛进的态势。
而一旦国产芯片、国产大模型、国产 AI 生态成型，美国失去的就不只是 H20芯片订单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美股的基本面支撑，甚至它维持了几十年的科技霸权都得抖上3抖。于是美国又使了一计你造不出来的，我就卡脖子；而一旦你造出来了，我就要搞低价倾销，把你打垮。什么叫低价倾销呢？简单说就是我宁愿赔本，也要把东西甩卖给你，价格便宜到你本地商家根本支撑不了。而等那些商家都垮了，活不下去了，市场就再也离不开他的控制了。这种事儿历史上可发生过不止一次。往远了说，有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你别忘了，曾经的日本才是全球的半导体霸主全球前10大半导体公司，日本占了一半那美国呢，一边给日本半导体加高关税，一边把自己的半导体低价甩卖到日本国内，双管齐下，直接把日本半导体产业链打趴下了，至今还没缓过来。再往近了讲，还有国产操作系统的壮志未酬。早在90年代，咱们就搞过自己的电脑操作系统，比如中科方德 Cos6、红旗 Linux。那时候微软的 Windows 一套在海外卖200美元，到了中国呢，只卖100多人民币。后边更是直接买电脑就送了。微软就靠着这样的方式迅速占领了市场，直到今天，国内绝大部分电脑操作系统也都默认为了 Windows。国产不是没机会而是市场根本不给时间。所以你看，这次英伟达 H20 的突然解禁和黄仁勋的公开讨好，背后都是一样的套路，就是为了接下来的低价倾销做铺垫。有些人可能会说就算这 H20 回来了，那现在国产芯片的性能也都追上来了，咱就公平竞争不行吗？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3点不得不防了，这里面的每一条都非常重要。一是英伟达接下来很有可能要快速的打价格战。之前在美国禁售的几个月期间，英伟达的 H20 库存已经堆了60万到90万颗，而上周呢，它又向台积电下了30万颗 H20 芯片的订单。你别忘了，这 H20 可都是中国特供版这么大的货量，一旦它在中国卖不出去，那就是几十亿美金的损失。所以从英伟达的角度来看，它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快速占据中国市场。二是警惕美国的生态锁链。大家别忘了，这芯片也是有生态的，就像这手机有安卓和 iOS 系统一样。而现在只要用了英伟达的芯片，你就离不开它的CUDA框架，代码、算法、数据全都绑在它身上。那大家想想，一旦这生态链形成了，你以后再想换，就不单纯是成本问题了。我们国内也早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像华为升腾的 MindSpark 框架，目前已经实现了兼容CUDA。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再给国产 AI 芯片一点时间。第3点，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一点芯片很有可能被远程遥控。这不是我阴谋论美国议员公开表示，英伟达早就具备了芯片追踪定位和远程关停的能力。也就是说，谁在用，在哪儿用，在干什么，芯片都能上传回美国服务器，必要时还能一键关机。那这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而是国家安全问题我知道，哪怕说了这么多，还是会有人认为，在商业战场上，应该哪家东西便宜，哪家性能高，就应该用哪家的。但现实一次次地告诉我们，科技它是有国界的。美国已经撂下了狠话，在全球任何地方，谁还敢用华为升腾芯片，就是在违反美国禁令。这还只是商业问题吗？甚至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次关于科技主权、产业命脉、国家安全之间的较量。而现在正是我们一致对外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看不清局势，还在唱衰国产科技、拆台内讧的，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毁长城。散会。